除了这个技术啊和非常冷静以外，呢，基本的插进去。好，做转体，现在这个做的不是不开法，超过一截，来机会了。19岁韩国武打女星来华踢馆，点名挑战中国最强女武警，双方在地上扭成麻花。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韩对局。韩国武打女星年仅19岁的康锦熙，就是眼前这位大战我们中国最强女武警女教官胡丹丹。那么这个康锦熙呢，是韩国知名的武打女星，据说还和成龙大哥拍过戏。但是当年耍大牌，这要求休息的时候必须拿中国人当助理，然后给他当椅子坐，然后被开除剧组了。那么这次来到中国呢，也是想挑战一下这个中国的最强女武警，想证明一下韩国武术就是比中国武术强。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相当的猖狂至极了啊！必须是要出重手，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韩国棒子。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则是我们的中国最美女武警、最强女武警、女警武教官，80万禁军教头、军中霸王花胡丹丹。不仅是人长得漂亮啊，观众朋友们，实力也非常的强悍，可以说在国内罕逢敌手。就连我们的最强女拳王张伟丽也说过，跟她打只能是5-5开，不一定能赢。那么这场比赛究竟结果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最强女武警胡丹丹，蓝方选手韩国19岁武打女星康锦熙。可以看到双方一上来啊，这个打的就很激烈很猛。哎呦，这个康锦熙啊十分擅长地面作战，而且包括我们的胡丹丹也是。看来这个康锦熙是想要将双方拖入地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胡丹丹反制相当的激烈，这个看来也是听说这个康锦熙的事情了，很上头，打的就很猛，必须教训教训这个高丽棒子。打法呢是一个比较典型。胡丹丹呢曾经在全兴时代的芙蓉镇战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技术分析，然后兼备打击。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胡丹丹长得不光好看，而且这个力量也比这个吴景熙要强。好的，拿到了一个背位，是打算做一个这个裸脚是吗？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康锦熙的防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一时半会儿可能是找不到什么机会。体姿的一个调整，看能不能做转体，做转体。膝盖进入，我们看看好像胡丹丹的这个胳膊还没有完全的插进去。好，做转体，现在这个做的不是非常到位，对方有可能摆脱。康锦熙在挣脱，对方摆脱了，完成7套。现在是占据了主动。康锦熙可哎呦，危险！想做十字固是吗？漂亮，我们的胡丹丹是马上挣脱了，一通很凶猛的砸击。看来这个胡丹丹也是知道啊，如果长时间打地面的话，这个直接就脱离消耗战了。尽可能的能在第一回合 KO 对方是最好不过。但是这个康锦熙啊，综合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眼看着自己在地面不行，马上站起来打站立。看起来这是一场硬仗啊！胡丹丹是想用背摔吗？双方又脚结在了这个全绳围绳的位置。战术的安排，现在对方呢，现在还是既定的技战术发挥，就是跟对方纠缠，争取把对方撂倒。好，这个一起来以后，这个有章有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一来一往，我们看到确实打的有章有法，有章有法。而且胡丹丹他的挣脱技术很强，可能也。好的，双方将战局拖到了蓝角。看来这个康锦熙和我们的胡丹丹都很清楚啊，蓝边是自己打地面的最大优势位。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康锦熙的控制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胡丹丹是没有太多进攻的机会，哎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胡丹丹还是非常的想跟对方打一下地面的，力量很强。他用双拳在击打这个康锦熙，小心康锦熙在用膝弓。对方非常注意这个枪把位，纠缠时间过长。继续，赵子阳。对，整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女孩子嘛，她还是有一定的表现，尤其是自己个性化的方面的展示，也是必不可少的。美女对决嘛。
胡丹丹是从小就这个女孩子从小有特点，漂亮身法相当的不错，我们的胡丹丹这个位置这一通追击还是相当不错的。方锦熙啊，这个乱拳的状态打的其实还是很飘的，可以看到有效的击打是没有几次。我们的胡丹丹防守做的相当不错，日方还是在胡丹丹这一面，似乎是这样啊。所以胡丹丹总是用拳，那逼着这个康锦慧也是要不停的用拳来迎战。但是对方呢，对于这个缠抱在一起，把对方撂倒以后使用关节技呢，这点呢更有一些信心。这是说在这个围绳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发型上，这个对，就是要遏制这个怎么弄呢？怎么挣脱呢？相当于可以说第二个。他这个贴进去了以后啊，你这个整个击打的冲程没有了，这个打起来也是。那么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40秒左右。观察双方在僵持的过程当中，他的体位处在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看来，这个2个选手之间的旗鼓相当的比赛，有可能是一个回合难以解决对方，难以解决问题了。但是这要打15分钟啊！哇，动用了手指，因为戴着分指手套。这个女孩子的功夫还是抓脸抓住，这是严重犯规的，有可能会被罚下。你不能抓脸啊！这个我实话实说啊，女孩之间的这个格斗观赏性还是很强的，毕竟这个女子格斗啊，也经常会出现这个往上半身招呼，啊，还是很具有观赏性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那么第一回合双方也是用尽了全力啊，还是想打地面的，但是我们的胡丹丹很聪明，没有过分的在地面上纠缠，而是选择跟对手啊打站立，眼看着地面不行。相比之下，康锦熙的这个战术调整就有些发慢了，状态也不是很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胡丹丹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表现？每次应对做的还是非常的严谨，而且呢，确实他训练有素，训练有素。你看，这个康锦慧啊，身高相仿。双方近身，因为在近身当中呢，康锦确实他的近身能力。前面拼的比较凶，所以这个回合我们看在比赛节奏方面呢是有一些变化。好的，第二回合康锦熙这个战斗欲望还是很强的，我们的胡丹丹也是且战且退。那么在第二回合还是尽可能的考虑一下体能储备问题。不然的话，这个第3回合的话劣势很大，很明显康锦熙不明白这个道理，打的还是有一些急切了。不能用这个手去抓网或者是绳，这样呢会被裁判员提示。通过这种方式来固定自己身体，但是你是不能抓握手。是的。现在呢，看起来就是胡丹丹还是有一些被动了。现在危险了，胖颖现在也没办法，我摔不倒你，是吧？因为对方是想把你撂倒。现在看到胡丹丹呢，他还是尽量避免啊被对方缠倒在地上。但对在地面的缠打呢，应该说他不是最好的选择。你看这个断头台的架势出来了，但是你无法实现的。好，对方去上方。好的，康锦熙拿到了一个侧位。但是我们的胡丹丹防守防得很死，在这个栏边啊是很难往里突进的，但是有些可惜啊，他这个是软栏，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借力。我们的胡丹丹也是有一点没有依靠，不过从侧面来看的话，足以证明我们胡丹丹这个力量还是很强的。另一方啊，往往是逃到外面去避免打击的。赵子阳就把双方给拖回来了，这是比赛规则的一个规定。现在牢牢的还控制着这个康锦熙的脖颈，这个断头台的体位还是有的。这是用围绳打这种比赛的一个特点。如果咱们围绑的话，你就跑不了，你根本就跑不了。现在挣脱出来了啊！至于上方，胡丹丹的臂力是有太吃力了，还是被挣脱了。对方是用肘，在这其中击打。我们的胡丹丹防守防得很好，康锦熙刚才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机会。这个好不容易挣脱出来，这一通砸拳也是显得有一些力虚啊。刚才打地面打的还是太频繁了，漂亮！我们的胡丹丹还是尽可能的在反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胡丹丹呢，之前我也说过了，在这个我们这个武警里啊，是当女教官的，地面缠斗特别的有经验。其实对于像康锦熙这样的选手，我相信他一定是有特别好的应对和反制措施。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胡丹丹优势也是越来越大。这个三角，这是个蟒蛇脚。赵子阳也是
把身体拉直，这胡丹丹呢现在面临考验。现在该怎么样的危险的情况下会比终止比赛来进行挣脱？可能还是没锁死，很危险。哎呦，这个双方也是，这个都是地面高手啊，已经是拧成一股麻花了啊，看不到对方这个相互的手在哪儿，脚在哪儿啊，缠得太紧实。这个康景辉现在他非常聪明，他拿脚后跟打对方头部，展往后展，对，一旦让对方把这个腰背展直了，就现在双方呢，除了这个技术啊和非常冷静以外呢，心理品质也是严重的考验。胡丹丹也在用锁，在锁住了康景辉的脖子，各不相让。而康景辉呢，现在要力所摆脱，力所摆脱，哎，蹬开他的锁臂。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打地面的话，像巴西柔术啊，这都是专门用来做那个地面啊缠斗之类的这种技术。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像巴西柔术的话，确实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缠绕术啊有观赏性。我们中国打地面啊，比巴西柔术要好看多了。但是胡丹丹还在锁着康景辉的头部。非常顽强，有可能摆脱。不要摆脱了。掉了康景熙的。就看胡丹丹接下来这个动作会从背后，因为这个角度有可能摆脱。职业比赛的经验，这只是个压制而已。现在这个锁的动作呢，基本上已经是地面上确实是很有招的，断开了。还剩40秒啊！这个时候如果康景辉如果一使劲的话，就会将彻底挣脱。可以看到康锦熙也是尽可能的啊控制我们这个胡丹丹的腋下，还是想把自己撑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胡丹丹有没有机会摁住他，这个位置啊确实是不太理想。5秒，对方一定要把自己的左臂深入到这个胡丹丹的这个胳膊里面去，他才能挣脱。还差10秒钟，救开自己的脖子。对方现在是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如果摆脱以后呢，完成提手。好，时间到了。好，这样的话双方熬。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我们可以看到第2回合呢，康锦熙也是用出了自己的全力，想全方位的压制我们的胡丹丹。但是实话实说啊，他还是高看自己了。我们胡丹丹的防守可以说做的是相当严密，滴水不漏。那么在第2回合来说，康锦熙也没有拿到什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我们的胡丹丹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成长型的一位搏击手，一上擂台，他马上就换了颜色，变得雷厉风行，威武霸气。我们再来纠正一下，是康锦熙，来自韩国康锦熙。开场。前面2个回合打满了，我觉得确实我们也觉得是非常的惊讶。好的，第3回合，双方这个体能池都很深啊，可以说是深不可测了。我们的胡丹丹也是，哎呦漂亮，也是有一些急了啊，多打一些站立，这个时候可能打击分数更重要。如果在利用拳 Q 的对手也可以，这有点让人想起了唐金当年也是用拳头40几秒钟就 Q 了对手。但是他有组合连环锁的这种的敌击拖衬，这样呢才能使自己的拳法得到有效的发挥。这个袭顶非常痛苦的。胡丹丹呢，在芙蓉镇比赛当中啊，他也是把俄罗斯的女将维多利亚·马特尤维克给他布置了一个刚才大家看到手臂十字固。其实这个时候可以明显看出来啊，这个康锦熙的体能啊下降的有一些厉害了，这个力量也没有之前大了。之前可是看到啊，把我们胡丹丹直接摔在地上。目前来看的话，双方也是处于一个僵持不下的状态。康锦熙呢打得非常聪明，他不给你距离。现在康锦熙，胡丹丹呢还是极力摆脱。这个时候对胡丹丹来说是一个考验，好的方法来摆脱，得想什么办法，要找一个机会，在力量的角逐、脚力纠缠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缠。关键是要找好支点，要找好支点。
没想到胡丹丹遇到的这个19岁的这个小将，是非常的顽强，非常顽强。好，这是个舍身的，我们看到。好的，可以看到康锦熙使出了一招舍身摔，啊，这个位置也是主动倒地啊，尽可能的控制我们的胡丹丹。可能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恢复一下体能，毕竟之前体能消耗打的实在是太大了。哎呦，我们的裁判，是将这个双方拉至中场啊。好的，可以看到胡丹丹也是卯足了力气，不停的打地掌啊，这个位置实在是太舒服了。刚才可能差一点意思，但是现在非常完美，打倒对方的机会，要创造条件。现在呢，努力完成骑乘。现在不要急于打，哎呀，完成骑乘，你看对方摆脱了，翻身非常漂亮。胡丹丹拿到了一个10步的把位，因为你没有跨住以后，你打的话呢，实际上你自己重心不稳，你那个发力啊，效果是非常有限。这个地面战能力啊，这也是比赛经验所致。反正现在康锦熙可能心里在想，我只要能起来，我不会被你压着，我就有机会。所以他几次起身了以后。近身当中呢，好的，我们的胡丹丹也是竭尽所能的控制康锦熙。那么这个康锦熙呢，也是几次想站起来啊，不想打地面了。打地面的话太过于劣势。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呢是2017年全新时代中外前往全明星国际盛典，这由湖南经视联合央视体育频道和青海卫视共同给您打造的今天的全明星赛。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女子 MMA 角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第3回合，来自中国的选手胡丹丹面对韩国的选手康锦熙。是的，这是第3回合在这个一场比赛。腿部的技法使用方面呢，确实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推敲。他刚才有一些外刀的机会没有发力。1分钟的时间，使用膝法连续撞，很有可能双方也是在栏边进行这种小动作的进攻，看到互相有一些鼓鼓拥拥的这个劲儿啊。但是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示意双方来到中场继续打比赛。继续，但是前面的这种抱残啊，对于胡丹丹的在坚持住最后的30-40秒钟。这个韩国的选手，这场比赛我们要看裁判组3位边裁1位主裁将怎么样来进行判定。对，这些重点虽然呢步入胡丹丹的因为韩国选手呢，他虽然比赛经验不是非常丰富，但是他年轻，体能储备啊，哎，对，我们这气老不气小啊。我就这么黏着你，让你无法不要抓全绳。现在比赛中呢，就是怎么样做到治人而不治于人，这至为关键。时间已经不多了。好，还有10秒倒计时。好的，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最后10秒钟。康锦熙还在挣扎，还想对我们的这个胡丹丹打几下，但是很可惜，本场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比赛的精彩瞬间。在里面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场景，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这样的击打。好的，第3回合，我得说啊，这个韩国人、日本人，我之前说过，无论是韩国人、日本人，别的不说，这个抗击打能力真的是相当不错。我们的胡丹丹出拳不可谓不重，但是康锦熙大家可以看到，愣是硬挨了3个回合，哪怕是体能最后消耗殆尽，仍旧是坚持比赛，这个精神还是让人佩服的。但是最后谁胜谁负，还得看我们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1号裁判30比27 ，Judge 1 at 30 to 27。2号裁判30比28 ，Judge 2 scoreboard 30 to 28。3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好，恭喜，The winner， 恭喜胡丹丹，恭喜胡丹丹，代表中国队。我们有请。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我们的胡丹丹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可真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啊，打满了整整3场。那么双方都是很强的地面高手，但是我们的胡丹丹更胜一筹。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好，让我们再次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吴景
这个飞膝，这个飞膝给爆了！18战18胜，日本天才武士来华踢馆竟然躺在地上公然耍无赖，结果被蒙古小伙飞膝干碎头骨，当场送上担架。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局，我们的蒙古小伙伊布格勒大战眼前这位日本天才武士藤村健武。那么这个藤村健武呢，目前在日本是获得了一个18连胜，哎呀，无可匹敌，在国内可以说是罕逢敌手。这一次来中国就是来踢馆的，而且是信心满满，说来这个中国比赛啊，先立一个小目标，至少来中国拿300个连胜，哎呦，可以说是猖狂至极啊！而且他也表示了，如果是打不赢我们这个伊布格勒，当场切腹自尽。哎呀，这个日本武士啊，确实是有这个传统，打不过啊就切腹啊。那我们要看一看他今天是怎么切腹的。那么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古的小伙伊布格勒。哎呦，可以说这个长得有些着急了，看这面相您估摸都猜不出来他什么岁数。他今年刚刚26，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那么伊布格勒呢，在内蒙古也是以这个灌胶出名，他们这个那达慕大会啊，经常是能拿到冠军的。他也是一位慢热型选手，特别喜欢步步为营，喜欢这个一击必杀，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冷酷的拳坛杀手。那么比赛究竟结果如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比赛第一回合马上开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我们的内蒙古小伙伊布格勒，蓝方选手日本天才武士伊藤健武。可以看到双方，哎呦，这个伊藤健武啊，很喜欢打地面。那么面对我们的摔跤高手伊布格勒，这个藤村健武地面能否成功？让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好啊，直接成功防住了这次单腿抱摔。因为蒙古族的选手嘛，他确实也从小有。现在进入了这个神边的50-50。对，因为今天是围神当中的比赛，所以龙网边不太好借力。勾腿。哦呦，可以看到啊，这个藤村健武还是有两下子的，直接是拿到了我们伊布格勒的一个侧位啊。但是这个比赛嘛，也是一个这个软栏，可以看到这个绳子也不太好借力。那么在栏边的话，其实还可以，我们的伊布格勒防守什么的也是有机会这个出手的，不会太为难。我们的这个围神比赛的要求是回到这个直接起乘，藤村健武这边断头，哦，这个断头有点紧啊，头部控制，哦，这个断头的位置我们看，裁判再看伊布格勒这边的情况，这边直接倒地上位的这个情况啊，还是有一些危急的。可以看到藤村健武也是死死控制住了我们伊布格勒的头部。裁判也是一直在看啊，看看我们的伊布格勒能不能坚持住。漂亮，我们的伊布格勒直接挣脱出来。但是这个藤村健武呢，他呀也是打拳很黏的这种选手啊，一旦追上也是死咬不放。我们的伊布格勒这个对付他也是有一些麻烦。同样的情况，对，你看到我们需要有下面的工作人员帮他们撑住这个围绳。对，这边伊布有机会能够转到正面，要和对手这个脸对脸、胸对胸，这样正面才会更好的去做防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日方选手，他从后侧控制了他的右手。这个软绳啊，可以看到有利有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的伊布格勒也是有更多的出手机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不太好接力从这个藤村健武的手中挣脱出来啊，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在赛前，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听到了，这个藤村健武啊是一名日本武士，出自于日本这个武士名家藤村家族。他们这个日本切腹啊，也是他们日本武士这么一个传统。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这切腹啊，你可以对着月切、十字切、花切，虽然切腹很多，日本这么些年真真正正啊面无惧色切腹的寥寥10几人。好，可以看到这个藤村健武想勾单腿，但是很难。伊布希望把比赛继续放在站立。对，从之前的这边抱双腿，这个漂亮的打入的时机非常好。
几乎是在伊布出上钩的一瞬间就钻进去了。对，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在笼子的在拳台的正中心。好的，可以看到藤村健吾对这个地面呀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是面对我们的伊布格勒，他也是不太好找这个进攻时机啊，还是尽可能控制我们伊布格勒的头部。我们伊布格勒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到位啊，几乎是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圈头不让伊布进一步的做他的身半。这个位置想要直接过齐称，有没有机会？伊布被拿了一个木村的把位。换成十字固吗？这个位置十字固的位置还在，但是对手的脚挂不住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这一场比赛打得还是很激烈的，在地面啊，这种场面还是很少见的啊。毕竟地面来说，一般这个双方也是僵持着，但是没有想到双方打这个地面竟然是打得这么激烈。可以看到这个藤村健吾啊，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在里头。啊，想让我的伊布格勒跟他打地面啊，那么这是不可能的。还有30秒。现在经过刚刚双方都在调整自己的新的角度。这个日本选手非常调皮啊，他用手触地。要知道3点触地，我们是无法用踢击对对方进行进攻的。可以看到，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伊布格勒呢，也是稳扎稳打的这种选手，找到机会就一击必杀。目前来看的话，藤村健吾还是破绽太少啊。这个双方沟通了一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他的掌控当中，几乎在伊布出拳没有收回来的瞬间。虽然从第一回合来看，我们的伊布在这个地面上没有占据太大优势啊，但是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的伊布其实做得非常好。这个藤村健吾啊，基本是找不到什么进攻的机会，那么单做地面其实没有用的，体能消耗双方是一样跟着消耗，所以说我们的伊布格勒还是做得非常的棒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伊布格勒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这边场边指导的时候，伊布的教练是让他身体重心要压低一点，对，让他多 feint 多制造一些虚晃。这边直接压下来，伊布也是可以打地面的。哎呦，这个藤村健吾啊，像狗一样进攻，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可怕的进攻方式，蹭着屁股就过来了。这算犯规吗？裁判没有拦着啊，挑衅的气味。一点点蹭过来擦腚是吧？啊，这个上厕所屁股没擦干净，来地面蹭来了啊，这种行为是可耻的。那么就像我之前所说，他们这个日本呐，喜欢切腹，但是没办法，切腹太疼了，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受住。哎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藤村健吾还是想打地面，但是老样子，我们的伊布格勒依旧是控制的非常的好啊，不会给你多余的进攻机会。你可以给你打地面，但是结果你也看到了，一个半栓，这边是可以打肘的，要把自己的右手啊给想办法拿出来。现在伊布的右手被控制住，非常难撤哎。这个木村的把位又拿住了。这边一个半防的木村进攻啊，这个一般很少见。压上去，我们看，因为双方现在还是很滑了。你要绝对力量把对手这个。那么日本这个切腹太难受嘛，所以说也是请一位借错人啊，在自己插入肚子的一瞬间，请这个借错人把自己砍头啊，结束这一场这个切腹，就算是完事儿了。那么这个藤村健吾呢，出自武士家族啊，他爷爷就是切腹自尽的，但是他爷爷找那个借错人呢，这个出刀有问题啊，在他后背上连砍了3、4刀啊，活活把他爷爷给砍死了。没有斩首，可以说他这个切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也不知道藤村健吾输掉这场比赛之后，会不会找一个靠谱的借错人来为自己切腹，能够起来。伊布的话应该想办法让对手起身。伊布现在在冷静的切角度，尝试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啊。对，就不停的在下位要进行打入。果然啊，这个日本选手很大胆啊！刚刚那一腿啊，他的那个抱摔很容易撞到伊布的膝盖。
好的，可以看到第2回合，藤村健吾也是铁了心的，就想跟我们的伊布打这个地面啊，已经是完全不要脸了，不停的翻滚、爬行、蹭屁股啊，这种挑衅意味太浓了。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啊？勾引我们的伊布吧？不好意思，我们的伊布只喜欢姑娘啊，对于你这种糙了爷们儿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位置啊，可以尝试踢2下。对，要想办法要多出拳来干扰对手，前手后手。对，但你看很明显，这个日本选手就是要抱单腿。此时伊布经过激烈的这个缠斗之后，明显。这个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看没看过一部日本的动漫啊，叫做这个《进击的巨人》。我看这个藤村健吾啊，非常像是里面这个骑行种，行为非常的怪异，不停的蹭击。只是拳王阿里不会踢腿啊，对。那场比赛拳王阿里好像也踢了。对。我就是不跟你站着打。哎呦，漂亮！我们的伊布啊，废话不多，直接是一记飞膝干碎了这个藤村健吾的头骨。可以看到啊，藤村健吾趴在地上，哎呦，这个假牙都吐出来了，很痛苦。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伊布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看来这个藤村健吾啊是要被担架抬走了。这个蹭了一局的比赛，蹭屁股，终于是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给这个我们导播啊，可以再来尝试一下找到这个飞膝的这个镜头。太突然了！谢谢各位综合格斗啊，真的非常的厉害。我相信伊布也非常感谢他的团队。好的，真是一局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下裁判最终的判罚。谢谢我们的医护团队为我们的日方选手来做。